听闻阁下从无败绩，人称百胜公子，兄弟们不信邪，特来讨教。一起上吧。承让。这是比武还是唱戏？人人都知道是在演戏，只有那个纨绔以为是在比武。你认得他？郡主久在边关，不知京城人事。他是定远侯二公子萧绎，当年大公子痴迷武学，练功走火入魔而亡。偏偏二公子也酷爱习武，侯爷夫妇生怕他再有闪失，断了萧家香火，便找人假传功夫，又重金雇人故意输他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您看演得多卖力。不愧是百胜公子，好说好说。这个蠢材笑得还挺得意，殊不知自己才是最可笑的那个。他以为百胜公子这个称号是夸他百战百胜，实则人家叫的是百胜公子，靠摆架势得来的胜利。那几位背后还不知道怎么讥讽他呢。庄叔这钱挣得真憋屈，找死！飞花伤人，世间真有这等神奇武功，我还以为只是传说。肯定是定远侯安排绝景高手在暗中保护儿子，听到你辱及侯爷，出手教训你一下，再让你嘴贱。快逃！你们只不过演了一场戏，就受不了了，可我已经演了10年，又当如何？萧少这功夫真如陈年老酒，靠后劲都能让那3人跪倒，实在令人叹服。那3个家伙不会是收了双份赏银吧？都出门了还要加演一次？要我说，萧少这身功夫已经不在大夏第一高手蒙冲之下了，不是更胜一筹。我呸！就你这个草包，给蒙冲提鞋都不配。说得好，本少今天高兴。小七，打赏。好嘞，不就是拼演技吗？看谁拼得过谁。难怪大夏五运日衰，在6国之中都快垫底了。五勋重臣之后都成了这种货色，五运怎能长久？郡主息怒，这萧绎应该只是个例。可他招摇过市这么多年，竟然无人揭穿，这就令人不寒而栗了。谁敢啊？定远侯早就放过话，谁捅破此事，他绝不轻饶。别人怕他定远侯，我可不怕。我现在就去拆穿那个草包。郡主不可，您承袭父位，当以大局为重，岂可轻易得罪朝廷重臣？萧少，您这无敌身手怎么练成的？能否传授一下经验？你们知道了也没用，天赋、努力、机遇，缺一不可。真想亲眼看着这个家伙被打回原形。天赋、努力、机遇，缺一不可。真想亲眼看着这个家伙被打回原形。光吗？找萧绎麻烦的人，这不就来了？这个人又是谁？镇北侯之子裴少峰，论家世和萧绎旗鼓相当。看他这架势，还真是冲着那个草包来的。所以我才觉得有点奇怪。2位侯爷虽然不默，但并没有撕破脸。他若当众揭穿萧绎，2家岂不是结下了死仇？少爷，您得三思啊！定远侯可不是好惹的。放屁！他爹定远侯不好惹，我爹镇北侯就是好惹的。井水不犯河水的事，少爷您何必钻这个牛角尖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本少赌钱输大了，欠了5万两白银，这么大的窟窿，让我爹知道，非打死我不可。这么一只大肥羊，不用他填坑就太可惜了。我要和他比武，
赌5万两，不，10万两。这么一来，不但能填上窟窿，还能大赚一笔。可是侯爷交代过我，大事要向他通风。赌注分你一成，可以闭嘴了吗？少爷圣明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我早就看不惯那个草包了。不给他点教训，他还真以为自己是高手了。萧少，久违了。我当是谁？这不是进阶虎裴大少吗？早就想找萧少切磋，又怕萧少不敢应战。我百胜公子，什么高手没打服过？会怕了你？敢加彩头吗？输了10万两，有何不敢？赌就赌。爽快，签字画押，立约为证。不能签啊，少爷！为何不能？你觉得我打不过他？打得过才见鬼！可我哪敢说破呀？你非剥了我的皮不可。10万两啊！我眼睁睁看少爷捅这么大篓子，侯爷非抽了我的筋不可。你也想分一杯羹是不是？行，等银子到手，分你一半。这下更说不清了，我太难了。大功告成，发大财了，发大财了！看这意思不像做戏啊，难道要动真格？废话，裴少是什么人？怎么会配合别人演戏？这个假高手真草包，要彻底现形了，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做人。对呀，这就叫天作孽犹可救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郡主希望他输，这种欺世盗名之徒不应该有这种下场。可萧逸虽然是草包，却没干过什么坏事，倒是那个裴少峰五毒俱全，仗着镇北侯的势力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人送外号进阶虎，是公认的京城首恶。现在您还希望他输吗？我希望谁赢有用吗？那个裴少峰一看就武功不弱，萧逸那个草包哪有半分胜算？这倒是，裴少峰的功夫在权贵子弟中堪称翘楚。他的舅舅蒙彻是大夏第一高手，平时没少指点他。萧逸在他面前无异于猫爪下的老鼠。我这一拳下去，你会变成另一个人，你信吗？变成你爹吗？那我可得好好管教你，逼你干点人事。找死！怎么样？你只是拳头比我硬，又不是功夫比我精。再来！你输了，你比我想象的更废，对付你都用不着什么功夫。我不服！我是自己绊倒的，又不是被你打倒的，凭什么算你赢？不好，那你起来再比啊！你都被我踩在脚下了，还有脸和我论输赢？那我们再比一场，这次赌30万两，不，50万两！当真？谁不敢比谁就是孙子！有本事帮我起来！准备赌气！50万两，这可是整个侯府的家底了！不行，哪怕捅破这件事，我也得拦住少爷！少爷，少爷，不能再赌了！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其实几辈子难遇的发宏财机会，绝不能让这小子搅黄了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定远侯英雄一世，怎么生养了这么一个蠢材？我都要被气死了！有什么可气的？一个蠢，一个坏，狗咬狗罢了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走吧。您不看了，还需要再看下去吗？别污了我的眼睛。这下把定远侯府都掏空了，我爹从此就能压对手一头。不知道他会怎么夸我这个好儿子。少爷，说好的一场，您可不能反悔啊！哼，算你小子运气好。
刚才那一拳只是把你打退，这一拳我要把你打飞！飞！想飞，那就飞远点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么多人在惊呼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有什么可看的？无非是那个草包被打得更惨了，说不定命都丢了。咎由自取，没人救得了他。走吧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刨去你赢的10万两，还欠我40万两，回头我派人去取，记得把你那狗窝腾一腾，要不然20万两白银可没地方放。娘哎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少爷，比啊！您在跟他比啊！原来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。原来他不是被扮成老虎的猪，是在扮猪吃老虎。原来我不是挖坑埋他，是在埋自己。少爷，你不能认输啊！那可是40万两，整整40万两啊！侯爷知道了会气疯的。谁说是40万两？别忘了扣掉你那一成。少爷，你刚才可没说输了还得我出钱啊！废话，你不知道什么是赌吗？哪有光捡便宜不担风险的好事？天啊，就是把我榨干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银子啊！走吧，这事儿别告诉我父母，要不然有你受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被整糊涂了。这还看不出来，裴少也在配合他演戏呗。那一拳的效果也太假了，裴少比刚才那3个人还会演，还故意输了一场，这就叫先抑后扬吧。可是，镇北侯的儿子也会被钱买通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裴少爷欠了赌坊5万两银子，5万两啊！要你陪着演个戏就给5万两，你干不干？蒙彻，比武之日将至。你找到比你更强的高手了吗？微臣遍寻朝野，始终一无所获。只有一位旧识，昆仑侠燕峰，武功不在微臣之下。若我2人联手，把握会大一些。但此人5年前便不知所踪，微臣也无处寻找。那可怎生是好？这一仗大夏输不起，倘若比武落败，雷及边关战士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臣愿拼死一战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也会守住大夏最后的尊严。朕要的不是你死，是赢。尊严从来只站在胜者那边，若不能胜，纵是万死，又有何用？臣知罪。舅舅，我遇到麻烦了，您一定要帮我。我告诫过你多少次，不要仗势欺人，横行无忌，否则迟早会有人教训你。你什么时候听过？现在吃亏了吧？要我说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如果只是我自己吃点亏，那也就罢了。现在是我比武输了50万两银子，整个侯府家底都得搭进去。您看在我过世娘亲的份上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50万两，你这混账，输给了谁？定远侯之子萧绎。什么？那个京城头号假货草包，你怎么可能输给他？论真功夫，10个萧绎也不是我对手。但这小子给我设套，暗中服下高手，不露面打伤我。在场者都以为是我输了，我有100张嘴也说不清啊！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萧绎，就算你有点真功夫，在我舅舅面前也狗屁不是，等着受死吧。这些日子，我总是忍不住去想，我们为了护义儿周全，硬生生将他这样一个武学奇才，打造成世人眼里的假货和草包，究竟是对是错？世事难两全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又何必患得患失？你对外的理由是为了保护义儿，不让萧家绝了香火。但我和你夫妻多年，最了解你不过。你戎马半生，心系山河，岂会有此执念？我知道你做这一切其实是为了我。我自幼就有心结，受不得刺激。玉儿突然离世，我几乎丢掉半条命，卧床半年才缓过来。你是怕义儿再有闪失，我承受不起。你这么说就见外了，夫妻一体，又何分你我？娘亲大人，您可知道，我为了您也不容易，整整演了10年戏啊！大哥当年的嘱托，我一刻也不敢忘记。这是什么？
这是五级神殿的地址，深藏在一处地宫之中。你根据这张地图就能找到。大哥，你找到传说中的五级神殿了，太好了！据说五级神殿汇集全天下武学秘籍，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圣地。古人说祸福相依，一点都没错。如果不是找到了神殿，我也不会练功贪进，结果走火入魔，落得如此下场。大哥，你从来不是不懂节制之人，为何会走到这一步？因为大夏武学衰微，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6国。我也是急于求成，想重振大夏武魂，却忘了欲速则不达。你武学天赋远胜于我，将来定神大有所成。大夏武学的未来系于你一身。我记下了，但你一定要以我为鉴，循序渐进，切记切记。我走之后，父母也许会阻止你练武，你可以偷偷练，千万别和父母硬来，尤其是娘亲，她再也经受不起打击了。大哥，我可以骗过天下人，唯独骗不过自己。这一身惊世武火，如果只能彻底埋没，落个草包之名，练来又有何用？站住！你是蒙彻，大夏第一高手，禁军统领蒙彻。我从来不敢自居什么第一高手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配跟我交手的。那个暗中助你的高手在哪儿？我只想会一会他。是裴少峰告诉你的吗？你被他骗了，他是败在我手里的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暗中相助。你跟别人装装逼也就算了，在我面前就省省吧。武学一道，讲究气血贯通，内劲绵长。你呼吸虚头散乱，眼神空茫无惧，哪有半点武学根基？蒙统领所言，不过是凡俗武学的粗浅之道。殊不知武学的最高境界是藏锋于无形，手着于万象。你以管窥天，又怎知乾坤之大？别以为你是定远侯之子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再敢大言欺人，我让你永远闭嘴。很好，那就让我来掂量一下，你这个大夏第一高手究竟几斤几两？哼，我蒙彻大好男儿，跟你这种虚妄之徒交手，实为生平之耻。你不是为这张赌气而来的吗？那我们不妨也赌一把，只要你能把他从我手里夺走，这笔账就算消了。如果你夺不起呢？任由处置。哼，那就请吧。你太弱了。他武功竟如此之强，隐藏竟如此之深。守八荒之境，为九重之安。蒙统领，想无愧于这10个字，你还得再下点功夫。我的腰牌何时被他取走，竟然毫无决绝。他若想取我性命，我有10条命也交代了。你这又是何意？输了任由我处置，那就帮我去讨债吧，40万两白银，1两也不能少。天佑大夏，天佑大夏！舅舅，怎么样了？毒气呢？舅舅，您这是何意？我不是来还你赌气的，是来向你追债的。40万两由我代为收取，转交萧逸。什么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你可是我亲舅舅，怎能胳膊肘往外拐？不止你输了，我也输了。如今我只能听命于他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这笔债你扛不起，去通知你爹吧，我还要去宫里一趟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我大夏有此高手，这次比武对决定然稳操胜券。当真？当真。那个萧逸的武功，连蒙统领你都有所不如。岂止是有所不如，只能说望尘莫及。不瞒陛下，臣和他交手后的感觉，如井蛙初见瀚海，方知天地辽阔。朕现在就要见他。
传朕的旨意。陛下且慢。哦，这萧逸多年来一直隐藏实力，精心伪装成一个草包。微臣不知他有何苦因，但万一他在陛下面前仍不肯卸下伪装，反倒麻烦了。届时他再想展露实力，便有欺君之嫌。那依你之见，陛下可以下一道旨意，命朝臣子弟必须参与这次比武对决。只要萧逸在场，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如果他比武时仍然不肯展露实力，又当如何？陛下放心，武功炼至绝顶者，胸中必有浩然正气，他断不会任由母国受辱而无动于衷。届时我也会全力出战，力保大夏颜面不失。想过我蒙彻这一关也没那么容易。爹，闭嘴！别叫我爹！你这个败家子！比武对决现在开始！哪一位是蒙彻？上台吧！其他人就不用白白送死了。爹，您听我把话说完。你想打这头一战？若能取胜，就是首功一件。你有把握吗？自然有，我苦练武功10余载，等的就是一鸣惊人的这一天。如果我能一路打到底，把那些番邦高手全收拾了，岂不是立下不世之功？到那时，您还会怪我输了区40万两白银吗？您瞧好吧。区番狗也敢挑战我大夏武学，今天小爷就给你点教训。不愧是我大夏年轻一辈中的翘楚，气势上就压倒了对方。他比那个番邦高手差了至少2重武技，上去纯属自寻其辱。来吧！这就是你口中的大夏武学？笑死老子！就算你赢了吗？去死吧！在下蒙彻，请赐教。等的就是你！第一个上台的北狄人就逼出了咱们的底牌，形势不妙啊！那个人的招式好生凶猛，蒙头领在步步后退，他千万不能输啊！蒙彻以退为进，10招之内就能拿下那个人了。师父，弟子无能，请您出手！师父，他师父也来了。徒弟已如此厉害，他师父该何等强大！阁下是贺连斩。贺连斩，昔年6国第一高手，他不是10年前就隐退了吗？听说自他隐退之后，6国就再无公认的第一高手。难怪北狄敢挑衅大夏，他们连这个老妖怪都请出马了，我们哪有一丝一毫的胜算？这老家伙武境不低，蒙彻远非其敌。至于6国第一高手吗？我只能说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失敬，蒙彻，你武功不差，但在我手底下过不了10招。你如果识时务，不如直接认输，省得麻烦。大夏只有死战到底的武士，没有不战认输的懦夫。请。6招，我高看你了。
这就是大夏第一高手，太令我失望了。有谁不服，尽管上台。不是自称泱泱大夏吗？不是号称以武立国吗？这就被打服了，一帮废物！武场上是废物，战场上更是废物。不如早日纳贡称臣，乖乖给我们北狄人当奴隶。还不够，必须让大夏皇帝行牵羊礼，光着膀子绑了双手，跪迎我北狄大军。区番邦小丑，竟敢如此放肆！只恨我大夏武学凋零，竟无一人能挫其气焰。朕实在愧对列祖列宗。陛下，我们还没有输，还有一张底牌。朕也是被气糊涂了，朕这就下旨。陛下，臣保举一人，或可与赫连斩一战。何人？定远侯之子萧绎。这老狐狸够阴的，逼我上台送死，那笔赌债就没苦煮了。果然姜是老的辣，我爹这一手才叫杀人不见血。萧绎武功出众，生平未尝一败，人称百胜公子。臣虽不知他能否打败赫连斩，但这是我大夏唯一的希望了。不行，我要向陛下禀报实情，义儿根本不会武功。这话谁都可以说，唯独我们不能，否则皇上势必以为我们是不想让儿子涉险，我们也很难解释得清。难道眼睁睁看着义儿白白送命不成？朝中知情者不少，他们会出声反对的。陛下不可，镇北侯是被表象所惑。据臣所知，这百胜公子之百，并不是百战百胜之百，而是摆酒设宴之百。此人根本不懂武功。当年定远侯痛失长子，生怕次子再重蹈覆辙，于是找人假传武功，又雇人比武故意输他，打造了一个假高手出来。此事路人皆知。我们虽然输了2场，但比武较技本就有胜有步，大不了卧薪尝胆，将来找回场子。但如果让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代表大夏，在台上出怪露丑，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？蒙彻，你不会是搞错了吧？咱们已经输得够惨了，朕可不想丢更大的脸。陛下放心，微臣敢以性命担保。传萧绎上前回话。圣上口谕，萧绎近前回话。萧绎，有人说你是百战百胜的高手，有人说你是只会摆摆姿势的假货，你自己怎么看？陛下明鉴，我的功夫比真金都真，比秤砣都实，如假包换，童叟无欺。你可敢与赫连斩一战？就他，3息之内必取其首级。如今骑虎难下，也只能赌一把了。朕命你即刻与赫连斩一战，力挫北狄气焰，扬我大夏国威。遵旨。陛下三思，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陛下病急乱投医，让一个不会武功的草包去对决6国第一高手，简直是贻笑大方，整个大夏都会为之蒙羞。那场面，老夫想都不敢想，不知那帮蛮夷会怎样嘲笑我们。蒙统领还有脱身自保的能力，他上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怜定远侯苦心护子，反倒害了儿子性命。夫人，侯爷，你得想想法子，救救我们的义儿啊！生命难违，也许这就是义儿的宿命吧。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？诸位大臣已经说破真相了，他为什么就是不信？这不怪义儿，只怪我们。我们用了10余载时间，将他包裹在谎言里，让他相信自己是高手，他怎肯轻易接受现实？如果让他知道事实，那估计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事已至此，就更不要点醒他了，就让义儿带着那份骄傲，为我大夏尽忠吧。好，儿啊，你就大胆的为大夏的荣耀而战吧。爹娘，我马上就要登台了，二老可有什么嘱咐？我只有一句话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是萧家的好儿郎，是爹最大的骄傲。娘等你得胜归来，做你最爱吃的桂花羹。义儿，让娘
再好好看你一眼。你脚步虚浮，眼神涣散，一看就不会武功。你们大夏武界是真的没人了，还是故意拿一个草包来羞辱我？对付你，足够了。你还不配跟我对决！狂龙卷，传说中的狂龙卷。听说狂龙卷是鹤连斩最强杀招，当年曾一击毙掉10位宗师。能死在这一招下，也算这个草包的造化。这下成了。想拿我裴家的钱，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命。天作孽，犹可救；自作孽，不可活啊！蒙彻，他接得住吗？这一招威力太大，臣也难以预料。雕虫小技，也敢现眼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一招破掉我的狂龙卷？一条池子里的泥鳅，扑等出一点水花，也敢妄称什么狂龙卷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！这，老夫是眼花了吗？难道是在做梦？掐一下，看会不会疼？果然不疼。皇上说：“你掐我做甚？”你不是说这小子是个草包？你输给他是遭了高手暗算吗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！他怎么会这么厉害？连鹤连斩都接不了他一招。好一个萧逸！蒙彻，你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臣只知道他武功深不可测，但也没想到能强到这般境地。义儿，我的义儿，他竟然……夫人，你看，我们的义儿，他胜了！这是真的吗？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鹤连斩一生所向无敌，横扫6国高手，怎么会输？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我。小子，我承认你是我生平未遇之强敌，但你也别得意的太早，想胜我鹤连斩的人还没有生出来。师父，万万不可！这破镜焚元大法虽可让自身功力提升10倍，但只能维持10分钟，却会损失10年寿元，不可轻用啊！住口！我若不能血洗今日之耻，苟活于世又有何用？小心！泥鳅功力提升10倍，也不过是条活鳝，又能翻出多大水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强？因为我传承的是大夏武魂，你们蛮夷那点粗浅功夫，连皮毛都算不上。刚才一群狂犬吠日，一个比一个叫得欢，现在怎么都哑巴了？有胆子上台来，我教教你们怎么做人。哈哈哈哈！痛快，痛快！朕自即位以来还没有这么痛快过。大夏有萧爱卿这种人才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朕又有何惧？老夫有眼无珠，竟将麒麟当从犬术，险些成为误国罪人。惭愧，惭愧！可见流言不可信，今日方知何为真人不露相。等萧逸下台，我定要负荆请罪。
弥补先前的不敬之过。我到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，义儿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一身武功？难道他早就识破了我们设下的骗局？这些年是他在演戏给我们看。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我们错了。义儿身体里流着你的血，注定应该成为一个大英雄。幸好他没被我们困住，还是一飞冲天了。既然不敢应战，就主动认输，向我大夏俯首称臣。我喊3个数，3、2、1，少要猖狂！真当我番邦无人不成？取你性命的来了！你们这些蛮夷还要不要点脸？不敢1对1的打，竟然以多欺少，4个打1个，这算哪门子比武？闭嘴！我们4兄弟向来是联手作战，你们大夏也可以再派3个人上来，派多少人都可以，来多少杀多少。这帮蛮夷当真无耻之极！那4人分明是南蛮、东夷、西柔5岳镇国高手，哪是什么兄弟？这4人武功如何？虽然比不了赫连斩，但至少不在微臣之下。他们就是笃定了大夏派不出同阶高手，才敢这么猖狂。若不是微臣有伤在身，也许还能上去帮萧逸一把。现在若让其他人上去，功力相差太大，只能是帮倒忙。小子，只要除掉了你，大夏就再无倚仗，准备受死吧！刚才我已经展示了大夏武魂，现在我想换一种方式，以文对武，让你们看一看我大夏的魂魄。陛下，我想向您讨要4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大夏发明文符4宝，笔墨纸砚。蒙彻，这以文对武是什么笔法？这笔墨纸砚又如何抵御诸般武器？回陛下，臣也闻所未闻，但萧逸敢这么做，必定有把握，陛下不必担心。来人，赐文房4宝，上笔墨纸砚。这萧逸是不是过于托大了？笔墨纸砚终究是文人雅物，怎能挡得住刀枪利器？年轻人终究是沉不住气。以我之见，应该稳妥起见，直接拒绝这种1对4的比武，以免给对方可乘之机。诸位，要我说，咱们还是少说多看，免得再被打一次脸。夫人，你背过身去。不，我相信我的义儿，他一定能赢。这下他死定了！再让他装逼！给我破！天啊！他用宣纸砍断了利刃，他还是人吗？泱泱大夏，万邦来朝！泱泱大夏，万邦来朝！大夏将兴，天降奇才。萧逸说射落太阳，老夫也不怀疑。丁远侯，今日我朝大胜，你当记首功。全赖陛下洪福，犬子侥幸，臣何功之有？生养这么好的儿子，就是奇功。陛下，臣幸不辱命。萧爱卿，你想要什么封赏，尽管开口，朕无有不允。为国尽忠是本分，不敢讨赏。不过有一事，想请陛下帮忙。何事？镇北侯之子欠臣1大笔白银，赖着不给。竟有此事？臣可以作证，确有此事。镇北侯，朕限你3日内将所欠银两尽数送至萧逸府中，少1分，朕便治你教子无方之罪。臣遵旨。萧贤侄，看在我举荐的份上，减免一些。你借刀杀人，当我看不出来？用不用找陛下评评理？不用，不用。爹，以后别叫我爹。
看看人家萧逸，我没你这种败家儿子，你怎么不去死？爹娘，让你们担心了。逸儿，你刚才有没有受伤？让娘好好看看。惊世武功从何处学来？爹娘，有话回去再说。原来是这样，如今看来你哥哥才是对的。你本就该是翱翔9天的雄鹰，又怎能把你打造成樊笼中的雀鸟？是爹娘糊涂。逸儿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明明有绝世身手，还得委屈自己配合我们做戏，装成一个草包，受尽万人嘲笑。娘，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您的心急，现在您可以放心了，普天下再没人能伤到您儿子。你接下来的路并不轻松，皇上一定会对你委以重任。奉陛下口谕，宣萧逸即刻进宫见驾，不得耽搁。朕本想利用这次比武大胜，击溃北敌军心士气，化作战场上的优势，没想到这帮蛮夷竟如此狡猾，肆意颠倒黑白。陛下，他们对外宣称是我们释放毒烟，让他们的高手内力尽失，然后故意派出一个草包击败他们，只为最大程度羞辱他们。可恶！他们非但将败绩推得干干净净，反倒倒打一耙，侮我大夏胜之不武。关键萧逸确实是名声在外的百胜公子，这次的表现又太过不可思议，所以别说蛮夷居民对那种说法深信不疑，连我大夏居民也已偏信者居多。陛下不必担心，北境有凌霜郡主镇守，在战场上并不落于下风。如今带兵征战有郡主，以武护国有萧逸，可保大夏无虞。若是将他们合二为一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陛下的意思是，凌霜身担守土之责，系国家安危于一身，身边正需一位强者护持。萧逸虽有绝世武功，仍带着纨绔习性，更需一份入心的情谊，才能让他担起责任。依朕之见，最好的法子便是赐婚。赐婚？陛下，这不太好吧？臣跟这位郡主连面都没见过。放心吧，朕这位侄女文武兼备，又有倾国之貌，配你绰绰有余。可是朕意已决，莫非你想抗旨不成？臣遵旨。郡主不日回京，我派你去北境接她，沿途正好培养一下感情。郡主，这次比武竟然出2个版本，都把我搞糊涂了。您信哪一个？从感情上讲，我更愿意相信大夏高手连压其他5国是真的，可现在是不可能的。大夏武学衰退已久，怎么可能做到？这么做虽然胜之不武，但我明白陛下的苦衷。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比武一败涂台，打击军心士气，影响战场形势。但从长远看，把一个草包打造成英雄，毁掉的是大夏武学的根基。可惜这不是我能阻止的。那个家伙运气真好，但我对他只有更增厌恶。别让我看到他，否则……郡主，陛下派来保护您的高手已经到了门外，有请。是你？郡主见过我？鼎鼎大名的百胜公子，还有不认识的？那样最好，我就不用做自我介绍了。有我在，郡主大可放心。沿途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我都会保护郡主的。你保护我，就怕到时候还得我保护你。郡主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没听说过我力败5国高手，扬我大夏国威的事迹？碍于陛下的面子，比武的事我本来不想点破，但你非要自取其辱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这么说，你是不信了？岂止我不信，全天下有眼睛的哪个会信？陛下为了大局，只能被迫走这一步险棋。你倒真把自己当成拯救大夏的绝世英雄了，你就一点都不脸红吗？脸红？我为什么要脸红？也是，当了这么多年百胜公子，脸皮早就练得比城墙都厚了。陛下能选中你，倒也算物尽其用。要拿一个草包来羞辱对手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郡主，有点过了。
我这也是为他好。北境不比京城，敌人近在咫尺，没人会陪他演戏。如果还是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只会白白送了这条小命。我劝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知道待在我身边有多危险吗？据我收到的线报，北狄在战场上讨不到好处，很可能孤注一掷对我动手暗杀。正因如此，陛下才会派我来，让我沿途保护你啊。就你这身手，我帐下随便一名小兵都能取你性命，还大言不惭要保护我，可笑。谁？少在这故弄玄虚了，我都没听到动静，你能听到什么？这不是偷听的那个人吗？看样子身手不弱。阁下是谁？拦住我有什么事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记住，以后对郡主放尊重点。你喜欢郡主啊？这与你无关，你只需要记住我的话。如果我不听呢？燕某是草莽中人，可不管你是不是皇帝派来的，最好别挑衅我。你凭什么以为吃亏的一定是我？你一个纨绔，自小长在富贵屋里，想必也没听过昆仑侠燕峰的名字。但蒙彻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曾经和他交过手，100回合后才一招落败。哟，败了呀？听你这语气，我还以为是你赢了呢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蒙彻拱手荆棘，肩负重责，我是不想打击他的自信，故意让他一招呢？你想说自己才是天下第一，直说就行了，绕那么大弯子干嘛？燕某对这些虚名没兴趣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你若再敢对郡主不敬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我偏要不敬，你又带怎么？我非要找打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真当我萧逸是谁都能捏的软柿子了？今天不把你打出屎，算你拉得干净的。郡主休慌，我来了。郡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趁着这月色好，我想练会儿剑，不曾想踩到坑里，把脚崴了一下。要不我帮你敷点药？不用了，燕大哥，我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你也早点安歇吧。好。这莽汉脑子不大好使，郡主说的明显是假话，他居然一点都不怀疑。郡主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你好好练着剑，为何会痛呼出声？我也不知道，胸腔里像是被烧红的针扎了一下，疼得实在顶不住。要不还是别练了吧？不行，我绝不能半途而废。他这练法完全不对，怎么透着一股邪力之气？郡主，这到底是什么功？我感觉不对劲。半年前，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，武功之高，为我生平仅见。他就是传说中的5级神殿主人。我苦求他传授功夫，才从他手里得到了这本《天玄神功秘义》。5级圣殿的主人明明是我，殿中从无什么天玄神功。这个人居心不良，分明是想谋害郡主。不管什么神功，也不该损及身体，练得口吐鲜血啊！这个人会不会是想害你？他想杀我，易如反掌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据这位世外高人所言，我天赋极高，进境也会很快。一旦练成天玄神功，便会天下无敌。只是中间会有一些反噬，不必介怀，苦练就好。可您坐镇边关，本已心力交瘁，何苦再这么逼自己？不逼自己能行吗？敌人在战场上占不到便宜，已经把我当成诛杀目标。我安危事小，但若影响到大夏安危，那就是大事了。不是还有燕大侠保护您吗？我就是不想欠他太多，他又不是朝廷的人，我既无心于他，就不该把他的卫护当成理所当然。郡主，我扶您回去安歇吧。这
这个母老虎虽然凶了点，当老婆万万不可，但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，可比朝堂上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大老爷强上100倍。为了大夏，我也得护他周全。郡主，你看，还有多久才到客栈？本公子的腰都快被颠断了。停！陛下，这就是你派来保护我的人。郡主，燕大侠呢？不会有事耽搁了，没跟走吧？放心吧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他也会在暗中护我周全。这些年，他何曾出过差错？唉，那个萧逸能有燕大侠的一半就好了。他配跟燕风比吗？别这么侮辱燕风。是，奴婢知错了。有人，还不止一个，听动静全是高手。那个燕风不是跑江湖的老手吗？怎么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？这回倒是冤枉人家了。我的听力10倍于常人，又岂是寻常江湖人可比？也罢，待解决了他们，再去睡回笼觉。搞定，回去睡觉。郡主，过了前面的山谷就是官道了，这一路也没遇到什么危险啊。十有八九是被燕风暗中打发掉了，他从来就是这样低调，该做的事儿一样不少，却从不居功。不像某人，这位少爷回去后一定会向皇上大力邀功，说我平安到京全是他的功劳。世道就是如此黑白颠倒，让人心中不平。这位郡主还不知道怎么损我呢，他哪知道我已经帮他打发了6路人马。他倚重的那位大侠，当时和他一样在睡梦中呢。北狄绝不会半途而废，这里倒是个设伏的好地方，恐怕……上！个个是万里挑一的高手，看来又是集合了5国精锐，郡主这边根本顶不住。郡主，你且退在一旁，把这些臭鱼烂虾交给我。滚开！想白白送死吗？我都自顾不暇，你还来添乱，上一边待着去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行，你厉害，交给你。燕大侠，你在哪儿？快来救郡主啊！哇！郡主休慌，燕某来也。这帮人有备而来，早就把郡主身边人研究透了。4人论单打独斗，都比燕风逊了一筹，但联手结阵，就能轻松压制他了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凌霜郡主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这就是和我北德作对的下场。就这么死了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对呀，不如先奸后杀，哥几个轮流爽一把，能和金枝玉叶的郡主快活一回，也不枉做人一场。你们敢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摆郡主的威风？我先来！你们这帮混蛋，不得好死！你们敢碰郡主一下，我燕某发誓，天涯海角也要取你们性命，将你们挫骨扬灰。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。你以为你今天能活命，
这小子好好躺着不行吗？以指为剑，以剑御气，破！终于装不下去了，他现在知道了吧？他眼中的草包是超出他想象的高手。郡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几个怎么死的？是剑伤。郡主，他们死于剑伤。刚才他扑向我时，我胡乱挥出一剑，难道这一剑竟有如此威力？天旋神功，意随心动，一招攻成剑气重虹。难道在生死关头，我突破了禁锢，练成了神功？我靠，这也行？我再来试试。我成功了，我真的成功了！看来大夏当幸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再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天旋神掌！郡主，你太棒了！还有呢，看我天旋神腿！我好难。还不算太傻，终于知道是谁在帮他了。这下该哭着来认错了吧？其实呢，你也不必过于……我在前方浴血杀敌，你在后面效仿我取乐，你觉得这很有意思？我效仿你？你刚才不是在模仿我，是在干什么？你真是没心没肺！如果我输了，所有人的命都会丢在这里，你也不例外。郡主，何必和这种人计较？恭喜你练就绝世神功，燕某自愧不如。太好了，郡主，你以后就是天下第一了。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他不是讨厌以前我那假高手吗？那如果把他也变成假高手呢？走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躲在女子身后的萧大金雄。这第三只鸟最有意思，俗称请君入瓮。他不是骂我假高手真草包吗？那就让他自己充当一下这角色，看他清醒后如何自处。郡主，先行一步，后会有期。打住，一切到此为止，我可不想再见你。那可不好说，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。我没法保证不再见到你，但我凌霜在此发誓，此生绝不跟你再打任何交道。列祖列宗保佑，让这个母老虎聚魂成功，让我逃过此劫。双儿，你镇守北境，劳苦功高，但也因此耽搁了终身大事。朕一直记挂此事，想为你密议家训。蛮夷至今未平，边境烽火不息，儿女情长之事，臣无心顾及。守土卫国固然重要，终生大事亦要兼顾。朕为你选的这位家婿，可是万里挑一、可遇不可求的良配。朕就怕下手晚一步，他就被别人抢走了。不知此人是谁？定远侯之子萧绎。怎么，高兴傻了？不敢相信是真的？君无戏言，朕岂会骗你？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有何不可？这萧绎是天字第一号草包，臣哪怕终生不嫁，也绝不能嫁他。真人不露相，那是他的伪装。如果他是草包，又怎能力胜五国高手，扬我大夏国威？那是陛下您为震慑藩邦所用的计谋。萧绎不过是捡了个便宜，臣虽身在局外，又岂有不知之理？身为三军主帅，你不信朕，却相信敌国编造的谣言，你太令朕失望了。朕意已决，不日为你二人完婚，你回去准备准备。臣宁死不从，求陛下收回成命。你敢违抗朕的旨意，是自觉手握兵权，羽翼已成，不把朕放在眼里了。臣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，但萧绎是臣最厌恶之人，臣万难接受。求陛下看在臣亡父的情分上，收回成命。朕和你父亲自幼感情就好，
他走得早，你兄长又莫名失踪，你继承父位镇守北境，劳苦功高，为公为私，朕岂有不眷顾你之理？正因如此，朕才千挑百选，为你觅得佳婿，你却质疑朕的用心，错把美玉当顽石，让朕好生难过。陛下九五之尊，绝不至于信口雌黄。难道比武的事是定远侯一手布局？那可不好说，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。连皇上都蒙在鼓里，真把那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当成了力挽狂澜的英雄。陛下，说到底，我跟您的分歧是萧逸武功之真伪，何可以最直接的方式验证？你的意思是？恳请陛下恩准，比武定夺婚事。荒唐！你是郡主，岂有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婚事下场比武之理？臣无需亲自下场，臣有一位江湖朋友，武功不在蒙霜之下，臣想请他代为出战，一举定乾坤。倘若他败给萧逸呢？那臣绝无二话，甘愿奉旨完婚。如果萧逸输了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容臣一心肃守边关，不谈婚嫁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臣女告退。萧逸那个草包怎会是燕峰对手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和萧逸比武对决，纯属班门弄斧，普天下谁能赢得了他？除非他自己不想赢。速宣萧逸见驾。燕大哥，拜托了。击败萧逸那种草包，还需再三叮嘱。郡主，你是信不过我的武功，还是信不过我这个人？我对燕大哥是100个放心，只是此事关系重大，难免心里不踏实。燕某用性命担保，必让郡主得偿所愿。什么？许胜不许败？陛下，这有点不讲理吧？比武哪有稳赢不输的道理？少给朕打马虎眼！只要你不作假，就绝不会输。你是不是不想娶郡主，又不敢抗旨？陛下火眼金睛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陪朕去御花园走走。你既有如此武功，眼界必然不俗。我大夏万里江山，你认为何处最难守？东西两境各有险隘，南境见远离蛮夷，暂时也无隐患；只有北境风言不息，关乎我大夏安危。那你可知道，凌霜一介女子，为何能成为北境主帅？北王镇边多年，深得居民之心，偏偏英年早逝，世子临阵又不成器，后来更是莫名失踪。唯有郡主能担起大任，换一个人很难得到北境居民认可。北狄正是深知这一点，才会千方百计想除掉凌霜。臣明白陛下的意思，你是想让臣牺牲小我，和郡主结成夫妻，这样才能日夜守护她，也是护我大夏安危。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朕不想牺牲你们任何一人。朕问你，你对凌霜印象如何？郡主什么都好，就是凶悍了一点。那是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，不能允许自己有丝毫的软弱。更是因为还没有一双坚实的臂膀，能让他温柔下来。相信朕的眼光，朕绝不是乱点鸳鸯谱，你们是天作之合。臣心中再无疑虑，定不负陛下所望。这会儿不说胜负难料了，现在臣唯一难以预料的就是那个硬汉输了会不会哭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观战？是我派人放出风去的。见证者越多，陛下越难食言。这个草包终于要现形了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郡主放心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吾辈苦练武功，刀头嗜血，九死一生，还比不了一个欺世盗名的纨绔。这算是哪门子道理？我今日定要替江湖上的朋友讨个公道。很好，你大胆去做，我为你兜底。这个傻郡主恨不得把全天下人都找来，
自以为是在堵死陛下的退路，殊不知是在作茧自缚。还有这个莽汉，功夫不怎么样，气势倒挺足，已经想好怎么收拾我了吧？那就来看看是谁收拾谁。你们说谁会赢？我压萧逸，那可是力败5国高手的存在。拉倒吧，谁不知道那是造假，假的不能再假了。要我说，肯定是燕峰胜出。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昆仑侠可不是盖的。我看也是，假货碰上真货，注定要被打回原形了。上次你我本要动手，你运气好逃过一劫，今天我看你还能躲到哪儿去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逃过一劫的其实是你自己？你既然不知进退，非要找着丢脸，那就没人能救得了你了。斗嘴如果有用，谁还会去练功？过了今天，我看你还怎么招摇撞骗？有没有可能，不是我倒下，而是你醒来，从你的江湖迷梦里醒来？那就试试看吧！我的娘哎，还没有出拳，已经有如此威势，我连气都喘不过了。这才是真功夫。那个草包要倒霉了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你们看，那个草包还在扇扇子呢，他不会是装高手装傻了吧？郡主，我怎么感觉他连招架之力都没有？这一拳不会要了他小命吧？萧逸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怪不得我。萧逸，你没事吧？有点事吧？叶大侠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我的天！一掌击飞燕峰，这是什么功夫？原来萧逸是真高手，看来力压5国也不是假的。这位昆仑侠也太不经打了吧！原来浪得虚名的是他！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假的，他是假的，我不可能输给他。真的假的咱不知道，咱就知道飞出去的是你。还比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。他现在应该明白了吧？他最看不上的那个草包，才是一路护他周全的高手。郡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燕大侠离萧逸还有很远，就被他一掌击飞了。他真有这么厉害？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没想到我最信任的人，把我坑得最惨。您是说？说吧，定远侯给你了什么好处，让你这般出卖我？我靠，这位郡主对我是草包的执念到底有多深啊？宁肯怀疑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他，也不愿意相信是自己看走眼。这位燕大侠才叫出力不讨好，活该！郡主，你怀疑我？不是怀疑，是确定。要不然你解释解释，堂堂昆仑侠是怎么一招输给一个草包的？定远侯答应了你什么？是权位还是金银？这些我也可以给你。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为什么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难道是武功秘籍？对你这种武痴来说，这是难以抵御的诱惑。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若出卖郡主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一直觉得你最强的是义气，其次才是武功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你最厉害的是演技。你刚才嘴里含的是血包吧？这种鬼域伎俩，我在聚武轩就见过了。只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你和那些小草一样，都是可以买通的。郡主，我护你3年，竟落得如此评价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你护我3年，却毁我一生，你让我怎么评价你？郡主放心，我今天豁出这条命，也不会让你输。姓萧的，我不知道你耍的是什么鬼门道，但我这破空刀专斩一切邪祟。废话真多，不能利索点吗？来吧。扇子，他用扇子将大刀扇飞了，这还是人吗？难道真如郡主所言，这位燕大侠是被买通了，再配合演戏？我看也是，百胜公子的名号不就是这么得来的吗？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，当着天下人，郡主这边肯定算输了，这下他想不嫁也不行了。郡主，你可别怪我，比武定终身是你的主意，许胜不许败是陛下的要求，我只能拿出真功夫了。真功夫？你可真有脸说！有本事和我比一场，敢吗？那我可不敢，
跟你比，赢也是输，输也是输，赢了跪搓衣板，输了还好过点，我还不如直接认输呢。他这么耍赖有何用？我统领3军，什么样的对手没遇过？怎么就拿他束手无策？难道是我的克星？郡主，这件事我也只是顺势而为，不想高攀谁，也不想勉强谁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可以自己去找陛下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我岂能不认？虽然你是靠无耻手段获胜，但谁叫我信错了人呢？我无话可说。郡主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你要怎样才肯信我？事已至此，何必再惺惺作态？你想要的已经到手了，我欠你的也还清了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我一刀劈了你，看你还怎么纠缠郡主！不是吧，大哥，你要有那个本事，比武对决时战胜我不就行了？还用得着搞偷袭？我想了好久才想通，在比武现场一定是有暗中伏下的绝世高手助你，才让我吃了大亏。但这里四近无人，我看你还怎么装！我算是明白了，装草段不容易，想卸去草段的伪帮更是难上加难。去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事多着呢，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。是真的，你竟然真有这么厉害的身手，普天下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武功。我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，你眼中出神入化的武功，连我一半功力都不到。这么说，你力败5国高手，也并不是朝廷在造假。我大夏以武立国，助武为魂，堂堂正正，岂能干那种下三滥的勾当？5国高手技不如人，便大肆造谣，颠倒黑白。你脾气倒是挺硬，耳根子就有点软了。这种鬼话也信？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燕某受教了。这把龙牙宝刀是绝世珍品，我可不想做暴殄天物的事，还你。我在武学上一向自负，从来没有服过谁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一直就是只井底之蛙。这话蒙彻也说过，你们倒不愧是一对老对手。郡主那天突然神功大成，一举毙掉那么多高手，我一直觉得不合武学之道。现在看来，也是你在暗中相助。那不算暗助，算是直接出手了。本以为终于瞒不住了，不料郡主宁愿相信自己神功天成，也不愿相信我这个草包。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好顺其自然了。你为什么不向郡主解释清楚呢？只需和他真正交手一招，他自然什么都明白了。郡主一向敬慕英雄，你为何宁愿惹他厌恶，也不愿揭示真相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，一并说出来。郡主现在把我当成见利忘义的小人，这比杀了我都难受。我希望你能帮我澄清，洗去这不白之冤。将来我会帮你澄清，但现在还不行。这个草包我还得继续办下去。为什么？现在敌国已把郡主当成眼中钉，一心除之而后快。他们越把我当成无用草垛，对我的防备就越松，我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，也就越能护郡主周全。可是你身为绝世高手，被那么多人当成草包假货，面对数不清的嘲笑、轻视、唾骂，甚至还有枕边人的鄙夷，你真的不感到委屈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习惯了。燕某生平从不负人，今日请对萧公子心服口服。你和郡主才是良配，有你护卫郡主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你是解脱了，我该进笼子了。没想到咱们的义儿这么出息，能让郡主这只金凤凰飞入萧家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义儿也不差，配得上郡主，能力压5国高手，普天下还有第二个吗？可我总感觉郡主并不喜欢义儿，只是生命难违，这过日子情投意合才是最重要的。
放心吧，叶儿连5国高手都能搞定，还搞不定一个郡主？你就等着瞧好吧。别以为我嫁给了你，你就能对我有非分之想。我要和你约法3章。哪3章？第一，不许碰我，因为你不配。第二，我的事儿你不准干涉。第三，我们只是名义夫妻的事，不准禀报陛下。那我要是不遵守呢？你可以试试，触犯1次，我打1次，人头打成猪头，你不怕丢人就行。好吧，我照单全收。不过，我也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要和你住一起。你别误会，是住一起，不是睡一起。大不了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你安的什么心？我能安什么心？还不是为了保护你。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也知道我练成天玄神功后有多厉害，而你自己欺世盗名，做贼心虚，觉得待在我身边最安全，对吗？放心吧，我虽然打心眼里看不上你，但打狗还得看主人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动不了你。谢谢你了。其实你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也不能完全怪你，都是定远侯夫妇惯的。既然我接手了你，就得对你这块废柴回炉另造。你要干嘛？用3个字形容你：花架子。知道你最缺什么吗？基本功。先把根基打牢了，武学之路才能走得稳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先蹲2个小时，别想着偷奸刷滑。以前那套糊弄人的把戏，在我这儿没戏。我容易吗？我堂堂绝世高手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蹲马步，这和白胡子老爷当众吃奶有什么区别？再坚持一会儿，省得那母老虎杀个回马枪。哟，这不是萧公子吗？可不是嘛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哈哈哈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在练马步，我穿开裆裤时就不练了。兄弟，练晚了，回去洗洗睡吧。你们功夫不行，就是因为马步没有蹲够。像我这样一蹲20年，未必会比我差多少。我们比你差，你可真敢说？信不信我一拳能捶扁你？吹牛皮谁不会？敢不敢比划比划？那就比比呗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看我的！服不服？就问你服不服？我去，这都行？又不是我把你弄倒的，凭什么我服你？咱们比的是武功，不是嘴皮子。你要能做到我们这样，就算你赢了。来吧。跟你们一样，那这马步不是白蹲了？离远点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每天蹲2个小时马步，不，3个小时。我要天天蹲10年，蹲20年，直到蹲成天下第1高手。你们就是蹲一辈子，也顶多练成蹲坑高手。你一直跟着我干嘛？当然是保护你。我可听说了，北狄暗杀失败后又想出毒计，如今10万重金悬赏买你人头，很多江湖上的高手都闻风而动了。知道还给我添乱。你待在我身边，我还得分心保护你。你真想帮我，就离我远点。骏马也是护妻心切，郡主您就别为难他了。什么护我心切？我看他是护自己心切，他拿什么保护我？用嘴吗？你说实话，是不是整天瞎吹牛，招惹到什么高手了？生怕挨揍才不敢远离我。你一个大男人还得女人保护，不觉得脸红吗？看来还知道脸红，还不是无药可救。我是气的。摊上你这么一个废柴，我还不知道该向谁去生气呢。你要还有点自尊心，就别再当个跟屁虫。走就走。希洛，我的话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本来就是嘛，骏马人也不坏，虽说武功不是一般的差，但那也不是什么罪过。
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高手？谁又能有郡主您这样的天赋？走吧。挂着骏马的头衔，却连人家指头都不能碰，费尽心思保护他，倒成了被他保护的男人。这世界还有天理吗？能行吗？这次凌霜郡主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你知道组团去截杀他的高手都有谁吗？索命判官崔九煞、毒仙娘子苏媚谷、杀手之王沈惊鸿，都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。这么多江湖高手对付一个人，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主要是北狄开出的价码太高了，哪怕分上一份，这辈子也能逍遥快活了。我是没那本事，要不然也去分一杯羹了。他们干嘛不单干，非要组团？你以为郡主是吃素的？听说前阵子一剑调了5国高手，跟他单打独斗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可惜了，郡主再厉害，这么多人一起上，他也得交代了。估摸着这会儿，他已经去阎王殿报道了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刚才那是个人吗？哪有那么快的人？明明就是一只鸟。有那么大的鸟？都怪我，这种事上也置气。凌霜，你千万不能出事啊！郡主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？怎么了？说不上来，就是后背有点发凉。估计是中风寒了，回去找个郎中看看。说好的一起动手，你们怎么言而无信？说的你出手了似的，乌鸦笑猪黑，好意思吗？只怪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。郡主武功那么厉害，谁冲到前边谁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10万两黄金不要了，那我们来干嘛的？我倒是有个主意，都知道骏马是个大草包，不如咱们把他绑了，用他胁迫郡主。好办法，就算郡主不会为他束手就缚，至少也会心神大乱，咱们的机会就来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那个人就是骏马。太好了，真是人走时运，马走镖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上！你们是冲着郡主来的，郡主人呢？果然是夫妻情深啊！我们绑了你，拿你要挟郡主，你说他会怎样？谢天谢地！这个人不光武功输水，脑子也进水了吧？咱们要绑架他，他还谢天谢地。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？你这把剑可以当暗器用了。有打斗的声音，回去看看。郡主，您是千金之躯，何必凑这个热闹？我不是凑热闹，我是担心。您担心骏马？看您嘴上对他凶，心里还是挺关心他的。谁关心他？我是关心自己的面子。他要挨了揍，我脸上也没光。郡主，你看，果然是骏马。他被一帮人围住了，好像有危险。我这把剑画的怎么样？天啊，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功夫！我师娘怎么没告诉过我？原来他不是假高手，是真高手，超出我们想象的真高手。倒了8辈子血霉啊！避开了郡主这个硬茬，找了个更硬的。如果我告诉你，郡主才是假高手，你们本来可以轻易拿下他，赚到那10万两黄金的悬赏呢。别废我们的武功！郡主，我在这儿。我看谁敢动他！你武功虽然差劲，但好歹也练过吧？
连这么一帮臭鱼烂虾都对付不了。他们可不是臭鱼拉虾，全是江湖上的超级巨鳄。这个是索命判官崔九煞，那个毒蝎娘子苏媚谷，这位更是令人闻风丧胆，杀手之王沈惊鸿。可我为什么感觉他们那么弱鸡，完全不会武功的样子？我明白了，肯定是我的天玄神功又有突破，我越强，对方当然越显得弱了。有道理。现在明白了吧？自己强大才是王道，永远别指望别人。今天你差点把命都丢了，还不吸取教训，那真是无药可救了。我明白了，我吸取教训，我吃药。走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不是不让我跟着吗？我哪知道你得罪了那么多难缠的江湖人物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送命吧？别啰嗦了，你到底走不走？走走走。郡主，这一去北境，时间就不会短。您真的不带上骏马吗？带他干什么？我是去打仗，又不是去享受，差一个添乱的人吗？可你们是夫妻啊！骏马随定远侯夫妇回乡祭祖，不日即可回来。我们就这样不告而别吗？我这也是给他个台阶下。北境苦寒之地，连年兵戈不息，他一个富贵窝里长大的人，你以为他愿意去吗？好吧。骏马，郡主3天前已经回北境了。什么？郡主回北境了？糟了！郡主，您说这一路北敌会不会再派人刺杀您？上次的场景，现在还让我后怕。放心吧，我的天玄神功又有禁忌，何况还少了一个累赘。想找死，让他们尽管来。又累垮一匹马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干脆我自己来。北狄绝不会放过刺杀的机会，郡主又错把自己当高手，情势凶险万分，希望能来得及。这次刺杀凌霜郡主，我们这些人有死无生，但为了北狄，为了狼主，招兵！我等绝不退却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！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！老大，这凌霜郡主当真有这么可怕吗？我们可都是北狄顶尖高手，加起来都敌不过他一人。我们只是一国顶尖高手，上次可是5国顶尖高手，都被凌霜郡主一剑尽诛，没一个能逃出来。但那又如何？只要有一线机会，我们也会以命相搏，不图全身而退，只图玉石俱焚。玉石俱焚，玉石俱焚！不好，郡主有危险！慌什么？数数来了多少人，告诉他们，来了就别回去了。保护郡主！郡主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让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见识一下我天玄神功的厉害。果然是高手风范，这气场也太强大了，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我也是，纵横江湖这么多年，还没有过这种感觉。事到如今，怕也没用，跟他拼了！跟我拼？你们也配？能死在我的天玄神剑之下，是你们的造化。一起上吧，我一剑解决，用上第2招都算我功夫没到家。上！天玄神功，剑气如虹，无坚不摧，无物不斩。上！剑气呢？天玄神剑的剑气怎么没有了？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我来领教领教，破云双拳！天玄神掌！什么绝顶高手？咱们都被骗了，他就是个草包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，打死我也不信！天玄神腿！堂堂凌霜郡主，沦为我掌中玩物，太过瘾了！不，你这个混蛋，放开我！去吧！
出发前狼主有令，只要死口不要活口，咱们这就把他乱刃分尸。首级必须阁下带回去。凌霜郡主可是北境之魂，把他的头往城门上一悬，北境军民定会不击自库。这咱们可立下大功了，裂土封侯指日可待。你们想动郡主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想陪葬还不容易，老子这就成全你。郡主，我们名为主仆，情同姐妹，今日便死在一起。谁？还好，郡主只是昏过去了，很快就会醒过来。连郡主都不是他们对手，你武功那么，追上又有何用？何必白白送了这条性命？有我在，就是十殿阎罗来了，也带不走郡主。郡母，你说吧，你们想怎么死？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赫赫有名的百胜公子，人人嘲笑的草包骏马吗？你们夫妻俩还真是绝配，都是草包也就罢了，还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赶着来送死。你不是问我们想怎么死吗？我想上天行不行？没问题。不用找了，他已经被我打碎了。打碎了，一个大活人被打碎了。他上天了，你就入地吧。这还是人吗？吓死了！北狄死士就这点胆量，也敢来我大夏逞凶？传说中的高手是草包，传说中的草包是高手，是我脑子乱了，还是这世界乱了？也许都乱了，所以你还不如及早投胎，重新做人。一起上，和他拼了！就让我用你的长剑，为你洗雪今日之耻。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不是草包，你是高手，真正的高手。力败五国是真的，战胜燕风是真的，一切全是真的。那什么是假的？郡主的功夫是假的，没有什么天玄神功，更没有什么一日功成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背后护着他。等郡主醒来后，不知道会有多开心。他一直倾慕英雄，佩服高手，让他知道自己的夫君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英雄高手。你说他该有多开心？你确定他会开心吗？我觉得应该加个不字。为什么？他一直骂我是草包，把自己当高手，突然间颠倒过来了。以他的傲气，在我面前将如何自处，又怎么开心得起来？这倒也是，我刚才没往那儿想。我选择隐藏实力，把郡主包装成高手，其实有3个目的。第一个是为我好，希望他能去陛下那里拒婚；第二个是为他好，避免他继续练功，走火入魔。第3个目的是什么？你怎么不说了？郡主对我极力贬损，一口一个大草包，一口一个假高手，骂得太狠了。我难免有点生气，就想着捉弄他一下，让他掉进自己的话里，也算小小的报复他一下了。你们2个当真是欢喜冤家。如今已经有点骑虎难下了，如果让他得知真相，会重创他的自信心，甚至会让他怀疑自己的判断力。身为北境主帅，失去了这份信心，恐怕是要命的事。那怎么办？郡主和那帮人交过手，这事儿已经瞒不住了呀。我有办法。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没死？死的是他们。是燕大侠从天而降，一口气杀死了他们。原来他一直在暗中保护咱们。他人呢？燕大侠干掉这些人后就离开了，也没留下什么话。我喊他，他也没理我。想必是他做了愧对我的事，不敢和我见面。其实何必呢？我已经不怪他了。我到底是真高手还是假高手？如果是真高手，为何今天会如此狼狈？如果是假高手，上次一剑杀群敌又是怎么回事？郡主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把当时的情况跟燕大侠说了，燕大侠仔细检查了现场，
他说您之前喝的茶水里被投下了软精化功散，这种药会让人内力尽失，再厉害的功夫也施展不出来。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燕大侠说了，正因为他们自知不是您的对手，才使出了这种诡异伎俩。既然是这样，他们杀掉我便是。为什么要嘲笑我是草包，是假高手？他们只是想极尽所能的羞辱您，您又何必把这些话当真？说的也是。那燕峰有没有告诉你，这软精化功散药光能维持多久？3个时辰。您昏迷了这么久，药效应该已经过了。这么说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如果我能用剑气斩断那棵树，那就是真的；如果不能，那就是假的。是真的，我的天玄神功是真的，吓死我了！我若真成了萧逸那种自以为是的假高手，还活个什么劲儿？功劳归别人，委屈归自己，可怜的骏马太不容易了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骏马吗？我这也是为你好，知道我们刚刚经历过什么吗？如果你在场，估计胆子都会吓破的。你信不信？如果我在场，一定会进驻强敌，不让你受任何伤害。又来了，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吗？危险时从来看不到你，安全时永远在大放厥词。你知道你有多讨厌吗？郡主，不管怎么说，骏马愿意放下京城的优弱日子，一路追着您去边关受苦，这份心意总归是好的，您就别再责备他了。走吧。可恶，这么多高手，又是有去无回，难道真的束手无策了吗？为今之计，只能去求助一个人了。只要这个人肯出山，天底下就没有什么难事。谁？赫连斩的师傅，勾挂乾坤，嗅吞山河，千古一人，耶律洞彩。还请前辈出山助我，什么条件您尽管提。我前半生杀戮太多，早就发下毒誓，终生不再使用武功，即使出山又有何用？前辈也是王族之后，难道能坐视我北狄败于大夏，成为异族的奴隶？哼，我从未坐视不管，只是暗中布局，不足为外人道罢了。请前辈明言。我曾以5级殿主的名义传给凌霜郡主一本天玄神功，只要他一直练下去，定会走火入魔，失去神智，成为我的傀儡。可是据本王所知，他非但没事，反倒练成了天玄神功，诛杀了我派出的2路高手。世间本无天玄神功，他又怎么可能练成？如果我猜的不错，是那个叫萧逸的高手在暗中助。又是这小子在作怪。虽然朝廷对外宣称5国高手是败于暗算，但这种事又岂能瞒得过我？他能一招击败我徒儿赫连斩，武功深不可测，恐怕不比我差多少。踏水无痕，好厉害的轻功！此人是谁？他是我的关门弟子，大夏北王世子凌霜郡主同父异母之兄凌震。凌震当年纨绔成性，让北王颇为失望。偏偏郡主凌霜又出类拔萃，北王便渐渐将希望寄托在凌霜身上。凌震负气之下离家出走，被我收为关门弟子。屈指算来，已经5年有余了。国师布局好生深远，您是想利用他对付凌霜郡主？没错，经过我5年调教，他武功谋略都已非凡，对凌霜又恨之入骨，现在也该他发挥作用了。见过师父。你卧薪尝胆5年，也该回到北境，夺回属于你的一切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凌霜身边有个绝顶高手，曾一招击败你的师兄赫连斩。你功夫虽然已经远在师兄之上，但绝非此人对手。那怎么办？盘膝而坐，调整内息。
师傅，你干嘛？我将一甲子的内力尽数传你，普天下将再无人是你对手。可师傅你……我寿元将尽，这是最好的归宿。我要你发下毒誓，从今往后效忠北狄，助狼主一统天下。弟子对天盟誓，自今日起，心强北狄，效命狼主，愿为前驱，踏破北境，灭掉大夏。若有二心，必教我身首异处，魂魄永坠炼狱。凌霜，贱人，等着受死吧！近日北狄军队接连发起猛攻，却处处透着诡异，不合兵家常理。我决定暂时按兵不动，以免中了诱敌之计。只会龟缩不出，这种三军主帅要来何用？是谁？竟敢擅闯中军大帐，口出狂言！擅闯中军大帐，好大的罪名！要不要砍我的头啊？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没想到吧，我还活得好好的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比谁都清楚。父府子承，天经地义。如果不是我失踪，你一介女流，凭什么坐上北境帅位？你纨绔成性，又莫名失踪，自己担不起责任，难道怪我吗？什么纨绔成性？那不过是你们母女夸大其词，在父王面前构建于我。什么莫名失踪？那是因为我遭到暗杀，好容易才逃过一劫，为防回来遭到毒手，只好先想办法躲起来。少要血口喷人！我凌霜做人做事堂堂正正，容不得你如此信口污蔑。我那时文不成武不就，次次斗不过你们母女，这才卧薪尝胆拜高人为师。如今一城归来，这主帅的位置也该物归原主了。笑话！北境帅位何等重要，你对军中事务一无所知，凭什么张口就要？难道像你那样畏敌如虎，就配当北境主帅了？那不如让一只乌龟坐上你的位置，他一定比你干得更好。你懂什么？敌情不明，贸然出击，必中埋伏。自身若强大，何惧敌人绞尽？我愿领一支军马出战，杀一杀北狄的威风。末将愿率兵随世子出战。末将也愿往。这两人，一个属于临阵母族势力，一个素来与我不和。他这一回来，麻烦大了。怎么不说话？是怕我战胜敌军，显出你的无能吗？你若执意要战，我不拦你，以免有人说本帅有私心。但将士的性命不是儿戏，若输了怎么说？若不胜，愿受军法处置。启禀大帅，世子前线大捷，北狄溃不成军，我军乘胜追击，敌寇望风而逃，现已收复3座失地。世子要我禀报元帅。说。世子说，让您替他保管好帅位，他不日来取。大帅饶命！世子有命，小的不敢不从啊！这还不到半个月，他已经连胜6阵，收复7城。军中盛传他是军神转世，还说我远远不及。我仔细推演过战报，他的指挥并无过人之处，北狄没理由这么溃败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怀疑他是北狄的内奸，演双簧是为了谋夺帅位。没想到你在武功上是草包，在谋略上倒还有点脑子。我就当你是夸我了。我也早有这种怀疑，他失踪多年突然出现，和从前判若两人。那些胜仗的时机也掌握得过于精准，倒像是北狄军队在精心配合他。那还等什么？趁他还没夺取帅位，趁早把他拿下呀！没有通敌证据，他又连战连捷，此时贸然将他拿下，军中将士没一个会服，只会说我为保权位陷害世子。这算得上是阳谋了，看穿容易破解难。没错，他作为世子，本来就是继承人的身份，又在战场上压倒了我，支持他取代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。虽说我坐镇北境多年，忠于我的人还是多数，但照这样下去，北境迟早会分裂，亲者痛而仇者快，这绝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来教你一个办法，如何？你想说什么？大夏以武立国，武为万物之魂，不如你我比试一场。我输了，从此在你眼前消失；你输了，
乖乖把帅位交出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你不愿同是操戈，我也不想自相残杀。能者居其位，不伤及北境根本，才是你我应该做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就3日之后，一决高下。5年前他远非我对手，如今自信满满，显然武功已非昔日可比。可惜他不知道，我已练就天玄神功，无敌于天下。他拿什么跟我比？郡主，您是不是答应的太快了？要我说，应该先问清规则。我打个比方，如果比武的时候不让其他人靠近，那就最好别比。为什么？放心吧，以我的武功，不管他定下什么规则，都是螳臂挡车，必败无疑。能用这种方式赶走他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骏马，一切都靠你了，你有把握吗？这位世子周身气息收敛无痕，连我都探不出深浅，他应该是我生平遇到最强的敌手了。怪不得他要以武对决，这下郡主上当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哼，无妨，能在我这里占到便宜的人，还没有生出来。骏马，这么远的距离，您能发上力吗？没问题，不过你最好找一帮心腹和我站在一起，以助威之名做动作掩护我，以免对方看出端倪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萧逸，你大可不必遮遮掩掩，我今天斗的就是你。他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难道他已经识破真正的对手是我？林震，你的对手是我，你往哪儿看？你还不配做我的对手，你既看不清自己，也看不清别人，实在蠢得可笑。我只能说，你被保护的太好了。你在说什么疯话？你以为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关吗？混不下去是你，等我把你背后那小子打死，再来慢慢扒你的皮。莫名其妙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只知道你输定了。我们毕竟血脉相连，手足相残已是悲剧，就不要再兵刃相见了。让我用天玄神掌给你一个教训。来吧！他竟然接下了我的天玄神掌，没被一掌打飞。我原地未动，他连退数步，还是他输了一筹。我连退数步，他只是身躯一晃，而且他还是隔了那么远出掌。难道我比他差了那么多？师父不是说我已经天下无敌了吗？我的判断果然没错，他确实是我生平所遇最强对手。可惜我的武功遇强则强，他是没有任何机会的。你是在跟我比，不是在跟别人比。你到底在看什么？还懂不懂尊重对手？跟你比，很好，继续。这小子好生巧，他肯定想着离我越远，我的功力发挥就会越弱。可惜他还是低估了我，功力到底有多强？怎么像大海潮汐生生不息，毫无衰减之势，反倒越来越强？天玄神掌，万流回一！你输了。我是输了，但不是输给你，而是输给他。林震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你我以武对决，你却要别人暗中相助，就算击败我又如何？那能算你的胜利吗？愿赌服输，一个大男人输不起就罢了，这种借口都找得出来，你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？被天下人耻笑的是你，你真以为你练成了什么天玄神功？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？我呸！如果不是那个人帮你，你连我一招都接不住。那好，你来告诉我，谁在帮我？就是他，你的骏马萧逸。林震啊，林震，你真是病急乱投医，抓个兽医当郎中。萧逸是什么样的人，这里谁不清楚？他根本就不会武功，你说他在帮我，笑死人了。我的话是真是假，很容易验证。你现在就让萧逸离开，我们再比一场，一切自见分晓。好，你现在就离场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准回来。不，我不能离开。为什么？还用问为什么吗？你只不过是他的牵线木偶，一旦他离场，你这个草包的真正实力就原形毕露了。萧逸，你到底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这边？如果站在我这边，现在就离场。郡主，不能让骏马走啊！看到了吧？所有人都清楚，谁才是高手，谁才是草包。只有你自己蒙在鼓里，你不过是个借着别人本事耀武扬威的跳梁小丑。如果没有萧逸保护你，你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明明你才是被我保护的那个，如今他颠倒黑白，你一言不发也不肯离开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说。郡主，事到如今，想瞒也瞒不住了，索性让我放开手脚，直接取他性命，为你消除隐患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装？我实在受够你了，送你一个字，滚！把他带下去。
罢了，天作孽犹可救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已经尽力了。骏马，骏马，我看你这次再输了，还能有什么借口？我不会输的，但你一定会醒。现在清醒了吧？这才是你的真实实力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。这就是真的，而且我还告诉你，我根本就没用全力，因为你不配。我的天旋神功呢？怎么会失灵？难道和上次一样？什么狗屁天旋神功？这世上根本没有这种武功，从始至终都是萧逸在背后帮你。你眼中的草包才是真正的高手，你这个自命的高手才是不折不扣的草包。从这一刻起，你的帅位就归我所有了。郡主，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是骏马不让我说的。他说您身为北境主帅，自信心至关重要，他不想打击您。那他为什么要把我打造成高手？难道他不知道假的真不了这种事迟早会暴露？难道他没想过从高处坠落才是最惨的？郡主，您仔细回忆一下，我们当时在山谷中遇到那些高手，眼看要遭受侮辱丢掉性命时，郡父出手杀掉那些人，是您误以为自己神功大成的。在那种情况下，骏马也只能顺势而为。况且您对他成见那么深，当时他就算实话实说，也只会招来您更多训斥，认为他又在吹牛，不是吗？除了想维护您的自信，骏马还有更深的考虑。他越是被当作草包，北狄对他的防范就越松，他越能护您周全。原来他一直在保护我，帮助我，鼓励我，而我一直在贬低他，嘲笑他，打压他。我真该死。骏马确实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他那样的绝世高手，必然有着与之相称的骄傲。我很难想象他被世人当草包嘲骂，还要遭受枕边人的冷眼，是怎么撑下来的。你别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向他负荆请罪，但愿一切还来得及。萧逸，你在哪儿？你别躲着了，我向你赔罪还不行吗？我用一生弥补你还不行吗？你快出来呀！郡主，这儿有张纸条。我倾尽真心护你，你却从未信我分毫，既已当众被逐，有何颜面强留？从此一别两宽，此生不复相见，各自安好，勿念勿寻。怎样？信上说什么？骏马没回侯府，还传信回去，说他想浪迹江湖，请父母勿以他为念。他当真就如此狠心，不再给我一丝一毫的机会吗？不怪他，是我伤他太深，自作自受。郡主，您如今失去骏马护持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临阵随时有可能向您下手，我自己的安危我倒不放在心上，我担心的是整个北境的安危。我既输给临阵，就不能自食其言。好在他想接替帅位，还需经过陛下恩准。陛下何等英明，断不会被他蒙蔽，将北境安全交到一个不可靠的人手中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北王世子临阵，嫡脉正统，勇略过人，沙场连结，收复七城，功勋卓著。今受北境主帅之职，总领军政，靖边安民，不负阵望。钦此。臣谢主隆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哼，你鸠占鹊巢，高居帅位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陛下，你糊涂啊！只被他表面战绩所惑，却不去深究其中蹊跷，贸然将军政大权交到这种人手里，北境危矣，大夏危矣。郡主，林参军暴毙于家中，死因不明，这已经是第6个了。但凡忠于我的部下，不是神秘失踪，就是莫名暴毙，然后换上他的人马，这手段也过于毒辣了。没办法，没有骏马节制他，他的武功就是天下第一，没人能拦得住他行凶作恶。他如果只是想稳坐帅位，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我怀疑他最终想除去的是我。别动！凌霜，有人实名举报你勾结北狄，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。林家军等忠良，皆是因为深知内情，才被你杀人灭口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真正通敌卖国的是你自己，我要到陛下面前和你对质。
你没有那个机会了，把他拿下！世子，你和郡主毕竟是兄妹，怎能如此赶尽杀绝？就不怕北王陛下有知，会跟你算账吗？不知死活的贱婢，一并拿下，让他和主子陪葬。你窃居帅位多年，如今沦为阶下囚，从云端拽到了烂泥里，这滋味如何？我现在要杀你，比踩死一只蚂蚁都容易。知道我为什么要留着你这条命吗？因为我要你亲眼看着我北狄铁骑踏平大夏，看着你的将士跪地求饶，看着大夏百姓沦为奴隶，世世代代不得翻身。你果然是内奸，是又如何？你身上流着大夏的血，就算和我有些私怨，可怎能为此背叛国族，做异族人的走狗？住口！什么大夏血脉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就因为我是庶出，当年父王偏心你，北京居民轻视我，这大夏待我何曾有半分温情？是你自己不成器，怪得了谁？那我现在成器了，且看我如何灭了看不起我的所有人。我正在调集北境全部兵马，和北狄展开生死决战。你猜谁会死？你想干什么？明夜子时，我就会带领北境军马钻进北狄设下的口袋阵，等他们全军覆没，北境门户大开，北狄铁骑便可长驱直入，踏平大夏河山。你做梦！别忘了还有一个人，他一定会阻止你。萧逸，他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他。只有亲手杀了他，才能洗雪那日的耻辱。听说你在找我，我这不就来了？你刚才在牢房外偷听，我无处不在，你不知道罢了。你根本就没赌气离开。我萧逸堂堂男儿，胸中可纳日月，岂能因一时之气弃郡主于险境，置大夏安危于不顾？你也太小看我。原来你只是假装负气离开，背后别有目的。我不过是顺水推舟，借势而为罢了。你实施你的阴谋，我执行我笑的计划，看谁笑到最后。就怕你没那个机会了。那天的比武只是点到即止，我并没拿出自己的拿手功夫，剑法才是我的最强项。你准备受死吧！功夫至深，我从来就不用武器。当初我就是用这根手指屈气为剑，进斩来敌，让郡主错信他练成了天旋神功，我就用这指剑和你较量一番。指剑？天底下哪会有这种功夫？现在信了吧？赢了我又如何？即便杀了我，也改变不了大夏沦亡的命运。北京将领都已换成了效忠我的人，明夜子时就会发起进攻，自取灭亡。除非我自己下令，否则谁也拦不住。可你觉得我会下令吗？那我呢？你看行不行？易容术，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易容术！我乃五级神殿殿主，天下秘学无有不通，区区易容术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是五级神殿殿主，怪不得这么厉害。遇上你算我倒霉。岂止是你倒霉，整个北狄都要倒大霉了。我潜入北狄军营，查清你们的阴谋后，决定将计就计，于是赴京去见陛下，和他制定了这条计策。原来大夏皇帝早已知晓一切，对我的任命也是故意为之。可笑我还沾沾自喜，以为把你们玩弄于股掌之上。我还要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北狄军队又怎会自投罗网，给我大夏一战定乾坤的机会？明夜子时，我会以你的身份主导这场战役，进歼北狄主力。不知你杀了我吧！你是北王之子，郡主之兄，自有大夏律法定你的罪。不过你的武功，我要先行废除，免得你再兴风作浪。你又来干什么？给你看点东西。萧逸的扇子，他人在哪？你说呢？他的扇子都落到我手里了，何必再多此一问？这不正合你意吗？你杀了他！这桩婚姻本就是皇帝强赐，而你百般推拒，婚后更是对他厌恶无比，恨不得他从你眼前永远消失。现在我帮你得偿所愿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别说了，只怪我眼盲心瞎，把英雄当草包，把真心当草芥，对倾尽全力护我的人连一句好话都没有。若有来生，我哪怕做他身边一个小兵，也好过做这个香臭不分的郡主。大夏将亡，萧逸已死，我既护不住国家，也留不住护我的人，活着还有何用？不如随他而去，也好在黄泉路上不一句迟来的道歉。郡主，你看我是谁？萧逸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！你从来扇子不离身，我看到那把扇子，还真以为你……区区一个临阵，想取我性命，他还不配。
你为什么易容成他的模样了？扮得好像，我完全没认出来。因为我要将计就计，以临阵的身份，引北狄主力入瓮，毕其功于一役，永绝北境之患。那一夜，北狄主力尽失，从此无力南犯。世人皆道是天佑大夏，却不知所谓的天佑，不过是有人用10年隐忍换一朝惊世，用半生伪装守万世提平。我们不是已经拜过天地，入过洞房了吗？为什么还要重来一次？那次不算。那约法3章还算不算数？当然要算，不过得换成新的。什么新的？第一，不准再偷偷叫我母老虎，在心里也不准叫。第二，我要你教我功夫，教不好罚你蹲抹布。那第三呢？往后余生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不许再一个人扛，更不许在我面前演戏。好吧，照单全收。可是你别忘了，你有约法3章，我也有一个条件。这次又有什么条件？我想睡床上，不想睡地上了。